今天我們來聊一個，可以說是藏在我們每天都在用的鍵盤裡面的秘密。你看一個看起來根本就是亂碼的代碼，竟然可以解鎖幾千個中文字，這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？好，我們一起來看看。好，你看熒幕上這個4的三方減 v1 v2，第一眼看到，你是不是也覺得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完全是亂碼，對吧？但你相信嗎？這其實是一種超聰明的方法，讓我們可以在標準的英文鍵盤上打出很複雜的中文字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來一起解開這個謎題。OK， 那我們就來揭開它的第一層神秘面紗。這個密碼其實是來自一種叫做行列輸入法的系統。所以說這串符號它根本不是隨機的哦，它其實是一組坐標。它的核心概念說穿了真的超級簡單，打字不是靠注音或拼音，完全是靠位置。你有玩過戰艦遊戲嗎？就是那個 B5、C3 這樣。沒錯，行列輸入法就是這個概念。你只要告訴電腦一個行跟一個列的坐標，它就知道是哪個按鍵了。所以呢，如果鍵盤就是一張地圖，那我們該怎麼看這張地圖呢？來，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些坐標是怎麼運作的。好，大家直接看這張圖。行列輸入法呢，它把鍵盤最上面那一排數字鍵，就是1到0，定義成10個行，很直觀吧？然後呢，下面主要的那些英文字母區就更簡單了，直接按照位置分成上、中、下3個大區塊。這就是我們要的列。我覺得這裡就是這個系統最聰明的地方了。你看，它沒有發明10個不同的符號來代表10個列，那樣太難記了。它反而是把這10個列簡化成3大塊。數字0到4都算是上區，就用這個向上的箭頭 V 來表示。數字5自己是中區，用一個橫線 dash。然後6到9呢，就是下區，用向下的 V。你看，這樣一來，要記的符號是不是就少很多了？很聰明吧？好，地圖我們看懂了。那地圖上的圖例是什麼？或者說我們的積木是哪些？在行列輸入法裡面，這就是它的核心精神。所有中文字都是由這10個最基本的筆畫組成的，就是它們這10個基本筆畫。你看，從1到0分別對應1、2、直、荒，一直到口。你只要記住這10個。真的，你幾乎就掌握了整個系統的關鍵，它們就是一切的基礎。我知道一次記10個好像有點多，別擔心，發明者超貼心的，還準備了一個口訣。來，跟着我念念看：橫1逆彎2，直3正交4，點6順彎5，蓋7巴納8，撇9方框0。多念幾次，是不是？就順口多了，感覺就沒那麼難了。我知道你可能會想可是中文字筆畫變化那麼多對，沒錯，但是千萬不要在這裡被嚇跑了。就像發明者說的，不管筆畫怎麼變形，你把它拆開來看，它的源頭最終都還是那10個基本形狀，所以核心邏輯是完全一樣的，放心。OK， 我們現在有地圖了，也有圖例了，那下一步呢？當然就是把它們組合起來啦。我們來看看怎麼從筆畫變成鍵盤上真正的編碼。規則真的超級無敵簡單，你聽好哦。要幫一個字或是一個字的部件編碼，你只需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找出它的第一筆是什麼；第二，找出它的最後一筆是什麼，然後把這2筆對應的數字組合起來。就這樣。光說不練，感覺很抽象，對不對？來，我們直接實戰演練一下。現在換你動腦嘍，我們一起來拆解月亮的“月”這個字。你猜猜看，它的編碼會是什麼？好，我們來對答案嘍。首先，月的第一筆是什麼？是外面那個框框中，對不對？我們回去查表，中這個蓋對應的數字是7。好，那最後一筆呢？是裡面那2橫的下面那一橫，也就是1，對應的數字是1。所以把這2個數字合起來，當然我們就得到71這個編碼了。那麼71這個編碼代表什麼呢？很簡單，它就直接對應到鍵盤上的一個坐標，第7行第1列。你去找一下鍵盤地圖，第7行第1列的那個位置，沒錯，就是 U 這個按鍵啦。好，那比較複雜的字怎麼辦？別擔心，規則一樣很直觀。
大部分的字都是由1到4個部件組成的嘛，你就按照寫字的順序，把每個部件的碼打出來就好了。那如果遇到超級複雜、超過4個部件的字呢？規則是這樣：取前3，取後1，也就是打前3個部件，再打最後一個部件的碼。你看這個設計很棒吧？不管字再怎麼複雜，最多也只要按4次鍵。OK， 到這裡我們已經學會所有必備的工具了，是時候了，讓我們回到一開始那個神秘的謎題，用我們剛剛學到的新知識來把它徹底破解。就是這串4的3方 v，1的2次方 v， 怎麼樣？現在再看到它，是不是感覺親切多了？不再是嚇人的亂碼了，對吧？你甚至可能已經看出它是什麼意思了。我來一個一個拆解。4線意思就是第4行上列，你看看鍵盤就是 R。3V 第3行下列就是 C。1線第1行上列是 Q， 最後2V 第2行下列就是 X 啦。所以當我們在鍵盤上按照順序按下 R、C、Q、X 這4個鍵之後，螢幕上跳出來的那個字就是超越的越。謎底揭曉，怎麼樣？是不是超有成就感的？但故事還沒結束哦，這裡又展現了這個系統設計的另一個巧思。發明者也考慮到效率嘛。你想想看，越這個字 R、C、Q、X 這4個鍵都要用左手按，其實有一點點卡，所以系統就為這種常用字設計了所謂的簡碼，也就是快捷鍵了。你只要打4-1-2個鍵就可以打出越這個字，是不是更省力了？好，這就帶我們來到最後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在這個什麼都靠 AI 預測、AI 幫我們自動完成的時代，我們回頭看像行列輸入法這樣一個完全基於人類的觀察、歸納，用純粹優雅的邏輯打造出來的系統，這是不是也提醒了我們一件事，就是人類思維本身那種結構性的美伴，其實還是有它無可取代的價值。你覺得呢？這點真的蠻值得我們好好想想的。